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 JHM 这一家做汽车 LED 灯的公司的详细解说影片，并细分了它和老大哥 D&O 的分别。那么今天小片我将要来分析一家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的一家公司，一家土生土长的便利商店。关于这家公司，小片我之前在今年2月24号在小片的看透股市交易群发过他们的分析了。想要加入的朋友们，可以在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私信小片加入哦。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能把我们推得更远，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那相信说到这里，大家心里都应该会有一些概念，小片我在说哪一家股票了。没有错，它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除了 7-Eleven 以外时常去的 MyNews.com。 不知道的朋友们，这里给你们科普一下， MyNews 算是一家成立于1996年的老字号，当时也只是一家报摊，发展至今天，它已经是一家拥有超过500家分店的超级便利商店，而且正以每年开张70家的扩张速度在全马开张新分店，而他们的分店大多数都是开设在马来西亚半岛。那么 MyNews 名下的产业你们又了解多少呢？他们真的只是经营便利商店吗？这里就让小片我带大家了解详情。其实 MyNews 旗下除了便利商店之外，他们还在2017年和日本的一家公司合作开发了2间名为 Ryoyu Baking Sdn Bhd 和 Gourmet Kinaya Sdn Bhd 的公司，来研发和生产即食食品。当时他们也耗资100个 million 来打造 Food Processing Center， 简称 FPC， 中央食品加工中心。而这家中心 MyNews 当时表示，他们的产能足够为600家便利店供应和分销即食食品和烘焙产品，并且食品都是得到 JAKIM 的哈拉认证。那么为什么小片我要介绍 MyNews 的 FPC 业务呢？等下你们就会明白了，所以记得留守到最后。那么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看 MyNews 这个季度的业绩表现如何。那么经过疫情的肆虐， MyNews 无疑是蒙受了很大的冲击，而且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他们的盈利都是呈现负数的。因为本来盈利率就不高，大约在5至6% 左右，所以疫情销量减少就直接导致了盈利下滑。而这个季度也不例外，收入方面从上个季度的110.1个 million 上升到了这个季度的115.8个 million， 一共提升了5.1%。而盈利方面也是从上个季度的6.1个 million 亏损，减少到了这个季度的5.1个 million 亏损，比起上个季度的亏损减少了 16.4%。而至于盈利率也从负 5.5% 减少到了负 4.4%。以这方面来看，他们是稍微有在负数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财务状况如何。首先还是来看他们的扩张， PPE 就是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是有稍微增加的，比起去年的同个季度。相信这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MyNews 的扩张也受到了阻碍。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季度比起去年同个季度，他们分店的数量只从513家上升到526家而已，比起前几年每年增加70家的扩张速度，今年是有所下降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银行贷款到底有多少。长期贷款一共是 50.2个 million， 而短期贷款有 17.2个 million， 一共是 67.2个 million 的总贷款。这也让他们的 Debt to Equity Ratio 债务股本比上升到了 0.23 倍。虽然会比之前来的高，但是这也还算是可以被接受的水平。看完了他们的财务状况，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他们最近到底遇到了哪些利空因素吧。首先当然就是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基本上88%的 MyNews 分店都是开设在商场或者火车站和 LRT 内，而这些地方都是人潮汹涌的地方。但是自去年3月开始进行的 MCO 和现在实施的 CMCO， 导致这些本来人山人海的地方变得门可罗雀，这就直接影响了 MyNews 的营业额。那么第二项利空就是先前提到 MyNews 在2017年和日本公司合作的 Food Processing
Processing Center FPC。那么这个 FPC 肯定会有一定的酝酿期，而这个酝酿期他们反复试验来优化他们所有的事情，这也导致了 FPC 的业务启动损失大于预期，而且掩盖了收入和盈利的强劲增长。不仅如此 ，FPC 在去年5月到6月停产了6周，而在6月的时候 ，FPC 的业务的利用率只有25%，是疫情前的一半。但是要达到 break even，FPC 的利用率必须达到70%以上。因此，这无疑影响了 MyNews 整体的收入。那么，看完了他们的利空，是不是觉得他们的 FPC 业务就是个拖油瓶呢？那么你们听了他们的利好之后，可能就会改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相信大家都知道 MyNews 今年的大计划吧，那就是把 CU 这个韩国便利商店的大品牌带入大马，并且与 CU 的所有者 BGF Retail 签署长达10年的许可协议，就像之前 QL 把 Family Mart 带入大马一样。那么这又跟他们的 FPC 业务有什么关联呢？这里先要问问大家，你们知道为什么 QL 要把 Family Mart 带入大马吗？这里就让小编我来为你们解答。QL 自己的业务就是从事新鲜食品，而 Family Mart 里面的食品很多都是由 QL 自家生产，而这就将 Family Mart 的盈利率大大提升，而且增加自己生产的食品销量。那么 MyNews 这一次引进 CU 的举动，加上之前 FPC 的成立，相信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吧？之前 MyNews 的便利商店货源都是要跟批发商拿货，而这一次他们打算直接从他们自己的 FPC 业务拿货，自己成为自己的供应商，相信这也将会提高他们现有的盈利率和提升他们的 FPC 的使用率和销量，可谓是一举两得。那小编我把他们这一次的扩张说得那么好，当然我们也要看潜在的风险。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 Family Mart。这里先要说 Family Mart 本身在短短的4年内就已经从14家分店扩张到了180家，而且收入逼近 MyNews， 而每家的平均盈利则是比 MyNews 高出2倍之多。所以说 Family Mart 绝对称得上是 MyNews 合格的竞争对手。那么如果 CU 进军同款便利商店，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先来看比较乐观的假设，那就是 CU 得到像 Family Mart 一样的收入增长 Revenue Growth， 为 MyNews 带来巨大的收入。那么第二个比较悲观的假设就是 CU 不敌已经占据市场多年的 Family Mart， 那么第二个假设的可能性会偏低。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马来西亚的便利商店在亚洲区的发达国家内还是属于偏低的。我国的便利商店普及率是每100万人内只有135家商店，而香港是190家，日本是407家，之后还有台湾和韩国各419和485家。所以小编我觉得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 CU 和 Family Mart 各自在马来西亚市场里找到各自的定位，毕竟他们主打的食品也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公司对未来的展望就是他们会继续提升他们的运营效率和成本优化，以应对疫情的冲击，而且他们也在积极的调整，以面对新的客户需求和购物模式。之后 MyNews 也提到他们将会继续扩张，毕竟不管经济好或者坏，人们都会需要用到生活日常用品。这里小编是觉得 MyNews 绝对是算得上复苏股，但是如果问到接下来的季度业绩会否回到疫情前，小编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快，毕竟疫情还没真正的恢复，而且人们的购物习惯也有所改变，所以 MyNews 的业绩复苏还需要一些时间。那么你们觉得 MyNews 引进的 CU 将会变成下一个 Family Mart 吗？可以到留言区告诉小编哦。另外，毕竟影片时间有限，很多东西没来得及说完，所以这里小编我也将公开一小部分更多关于 MyNews 的公司分析。有兴趣的朋友请 like 这支影片，然后在下面留言666，再到我们的公开 Telegram 群里索取这份文件哦。那么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